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上周的美股市场逆转的很刺激，纳指在 AI 芯片、元宇宙、中概股三驾马车的拉动下重回历史新高。Meta 和奈飞刚刚刷新了收盘纪录，特斯拉却突然刹车暴跌，而中概股更是上演了一出王者归来，有道一天飙涨41%，直接封神。今天呢，我们就来盘一盘上周纳斯达克的顶流们到底发生了什么。赶紧先订阅我的频道，以便后续观看我的内容。接下来呢，带你拆解今日的美股核心战场，我们直接上干货。那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 Meta 股价再创新高，扎克伯格呢终于扬眉吐气了一番。那分析师普遍认为，其 AR 眼镜的预售数据是超预期的。那么加上广告业务的回暖，让市场对元宇宙 2.0 重燃信心。而奈飞凭借《三体》第2季的爆火，订阅用户数量激增，股价同样刷新历史记录。这两家公司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内容生态加技术护城河，那妥妥的长线赢家。英特尔上周四呢大涨了8%，成了全村最靓的仔。那市场上传言其拿下了微软新一代 AI 服务器的独家订单，直接点燃了股价。而英伟达虽然受部分机构的减持影响，但凭借 AI 算力需求暴增，股价呢仍然稳中有升。一句话概括就是得 AI 芯片者得天下。那么特斯拉上周呢超跌了3%，财报后遗症持续发酵。虽然说 Cybertruck 产能提升，但市场更担心其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呢被比亚迪蚕食了。不过呢 Lucy 是用技术面来看股票的，那么特斯拉呢已接近了关键的一个支撑位，那么本周是不是有超跌反弹的机会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技术面的走势分析。那么这一张呢是纳斯达克日线的走势图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上一周的走势呢其实是一个相当于 V 型反转的一个走势。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天是星期一，那么这一天是星期五。可以看到其实纳指的一个指数走势呢先是来到了19400点，之后呢在后半周的时间出现了一个 V 型的一个拉升，那么最后呢周五的时候收盘，其实它的最高点已然来到了2万点大关。那我们再从形态上来给大家剖析一下。那 Lucy 呢在这一段行情呢画了2条线，那么它的线呢取点呢实际上是前面的2个高点的一个连线，那包括之前的历史新高2024.58这个位置。那么低点呢就是 Lucy 之前在阶段的取点，那么相当于这一根低点是18800这个位置，加上19200这样的2个低点连线出现的。而且纳指的走势呢也精准的在 Lucy 的预判内，那么它回踩了19400点之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止跌回升。那么上周的行情呢其实是比较波澜壮阔的，那么最后纳指现在呢是来到了2万点附近。那么大家肯定会有一个疑问，那它本周的话会延续上升的走势吗？会如此强劲的突破之前的历史新高，刷新它的高点吗？那么这就是 Lucy 呢通过拆解每一只科技股然后得来的一个结果。那么 Lucy 认为呢，在这个过程纳指呢它有可能本周去突破这一个高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它的一个 MACD 的走势。那么 MACD 呢它之前是在一个0轴上方的一个黄金缠绕，那么现在也印证了，只要说在 MACD 出现了0轴上方的黄金缠绕的时候呢，其实在这个位置我们是不应该悲观的，指数它在这个位置其实还是有一个支撑的。所以说我们能看到上周的周四还有周五呢出现了一个向上的力度，也就是绿柱的一个变大。所以说由于惯性的话，加上其他的科技股在本周呢会有一个财报的一个落地，还有其他的一些利好方面，所以呢 Lucy 认为纳指它的一个绿柱呢会继续的向上的一个
变大，如果绿柱向上变大的话，那么对应的纳指的一个走势的话，应该会去到新的一个高点。那么本周我们将继续跟踪纳指的一个走势。那么目前为止呢，现在属于一个上升三角形的上沿，无论说它在这个位置能否突破，我们都必须要等到它的一个确认。那么大家手里面的股票肯定是要持仓的，不能持币。那在这个过程中，一旦说出现了呢小概率事件，说在这个位置过不去的话，大家要在这里出现上影线的时候，要对自己的仓位有一个好的一个策略，那可以先止盈，对吧？在这个位置，所以呢 Lucy 还是看好本周纳指的一个表现。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纳指的一个周线的一个走势图。那么这张图表呢是纳指周线的走势图，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么在纳指它的周线的 MACD 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 MACD 在之前的震荡过程中，周线它还没有出现一个金叉。那么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它的红柱有变小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也是上周出现了一个微型反弹的一个走势图造成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周线也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点。那么我们通过均线可以看到，在前期纳指虽然也有出现过回调，那么在这些回调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到，那么白线是短期的均线，黄线是一个中期的，那么紫色的线呢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那么目前为止我们看纳指其实非常的顽强，周线它都没有出现一个拐头，那么就出现了上涨。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纳指是非常强势的，那么这个强势的势头呢有可能会根据市场的一个情绪会出现一个延续，是这样的一个均线的走势。所以说从周线为止呢，我们现在看到纳指呢来到了2万点的一个关口的话，那么继续向上的动能还是非常大的。那么这就是本周对纳指的一个预判。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斯拉的走势。那么这张图表呢，它是特斯拉到上周五的一个走势。我们看一下，那么当前呢，从现在股价的位置来看呢，其实上个星期五是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然后在收盘收在了周四的一个收盘价的上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根 K 线呢，其实虽然它是红色的，它出现了阴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高价实际上是比前一天高的，也就是说目前为止它还在 Lucy 的一个反弹的区间内。那么这个过程呢，上周 Lucy 已经给到了它反弹的位置，也是非常精准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没有我们在这里补仓的地方没有出掉，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呢筹码来去看，那么目前对应的股价360元的附近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筹码峰是有资金来参与的，也就是印证了 Lucy 之前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机构的一个增量的买入。那么在反弹的过程中呢，也是出现了价涨量缩的一个走势。那么其实这个反弹呢是非常的健康。我们也可以看到筹码显示在这个过程中是有陆续的资金进来去参与，所以相对来说特斯拉的股价在360元左右， Lucy 觉得它的反弹还没有到位。那么上一期 Lucy 在分析特斯拉的股票走势当中呢，有提到的一个位置就是这根黄线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呢，实际上在这一轮反弹当中，那 Lucy 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的反弹压力位，那么也就是380元。在380元，目前股价呢是在360元左右，所以呢它还有一个20元的一个空间。那么这个就是 Lucy 看到的第一个反弹的目标位。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呢从反弹的过程中 Lucy 也说了，它的红柱子在慢慢的变短，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趋势，所以 Lucy 还是维持这个反弹的一个走势呢，判断是不变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指标，就是 OBV 指标。那么 OBV 指标呢，是先看我们这个黄线，黄线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向下的一个走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向下的过程中呢，是微微的有点走平了。
但是现在处于弱势震荡的判断呢，还是因为这根白线在黄线的一个压制下面，所以呢，现在只是一个白线回归的一个过程，它还处在弱势反弹当中。所以特斯拉呢，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区间它是有一个技术支撑位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如果说它在反复的在这里夯实这个位置，但是只要不跌破这个阳线的开盘价的话，那其实我们还是可以耐心的等待它的走势的。那么这个就是特斯拉的一个走势。那么有小伙伴可能会问，那 Lucy 用到的指标是如何判断的呢？其实这里 Lucy 是用到了自己的一个分析的模型来给大家讲解的。那有喜欢 Lucy 技术分析的朋友们呢，可以给 Lucy 点个订阅，成为订阅粉丝。那宠粉福利当然是少不了的， Lucy 准备了小礼物送给大家，是 Lucy 精心整理过的独家的3金共振战法。那么这里边涵盖呢，就是 Lucy 平时在分析行情过程中用到的均线，还有 MACD 指标之王。那么第3个就是刚刚用到的 OBV 能量潮的一个指标，那么可以帮助大家和 Lucy 一起从股票走势上发现美股的一些实时的变化。那么本周呢， Lucy 团队的老师还准备了内部直播的一个教学课程，那么想要技术分析更进一步的同学呢，也可以找助教老师报名参加。那么本周的5节课呢，大家可以去认认真真的听一下，是关于现在的纳指的震荡行情非常有帮助的一些方法。那么如何领取呢？其实你在视频的下方呢的评论区置顶留言链接里面，那么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点击这个蓝色的这个链接，那给助教老师发送新年礼物就可以领取到了。这一张图表呢是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我们来看一下英伟达这一轮的反弹还是非常有质量的。那么从最低的113元到现在目前为止接近140元的走势，实际上它用了2周的连续阳线来完成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上周的话，实际上英伟达出现了一个回踩上车的一个机会，但是呢它这一轮走势是真的太强了。 Lucy 呢原本预测的位置呢，有可能它还会回踩一下124元的一个位置，但是其实英伟达在周4的时候出现的这根阳线呢，已经改变了它的运行方式。那么它在一个浅浅的回踩之后呢，就出现了连续的大涨。实际上周4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因为机构对英伟达的财报呢，它的数据中心的一个预期上涨30%，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资金抢筹的一个过程。那么周5的话，在顺势的一个走势下，那么资金又出现了一个大涨。我们可以看到 MACD 呢目前是处于一个0轴下方出现金叉之后，那么绿色的柱子呢不断的在变大，而且周5呢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更高的一个走势。那么这里 MACD 呢对于股价来说就是一个加速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白线和黄线呢还处于一个水下的一个过程。那么后续如果说本周英伟达的走势还能出现这种向上的阳线的话，那么我们要去看的呢，第一就是这根白线能不能上穿0轴，那么黄线紧随其后能否上穿0轴，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要找到它股价要往上继续涨的话，一定会遇到前期的压力。那么它前期的压力在哪里？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么在之前呢 DeepSeek 对它的一个影响，那从股价其实是从148元这个位置跌下来的，而且是一个跳空的下跌。所以随即呢，英伟达它在一个汽车芯片包括数据中心这2个方向呢，股价是做出了一个修复。那么这一次英伟达的股价能否突破前期的2个重要的压力位，然后再创新高呢？那么 Lucy 的话在这里呢也要去看一下它的一个动能的变化。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 OBV 的走势。那么 OBV 的走势呢，实际上在上周的一个过程呢，出现了一个黄线和白线的金叉。
而且呢，在它回踩的过程，它其实并没有下穿到黄线的下方，又出现了一个反弹。所以如果说 OBV 的一个走势的话，能出现正的反馈呢，首先白线要继续向上，那么它带动的黄线也要跟随其向上，才会出现一个正的反馈，而且股价还会继续的一个上升。所以说目前为止看到 OBV 的一个走势的话，那么向上的一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在什么位置遇到压力呢？ Lucy 这里给大家一个位置的参考。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一条黄线，实际上是在142元这个位置呢，其实前期的这一根阴线呢压力还是蛮大的。那么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因为 DeepSeek 的一个影响呢，对英伟达的股价的一个下跌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压力位呢应该在142元这个位置。那么第二个压力位呢就是它的一个开盘价，那么是148元。所以说这个位置呢其实是上一轮的一个压力位，也就是对应的这一根 K 线的一个区间。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本周的一个目标价位呢，先定在这个142这里，142这里。那么这个是 Lucy 本周对英伟达的一个观察，因为本周它还要公布它的财报，所以说这里面还有一些不确定性。那如果说本轮有抄底的朋友，那在这个位置的话，还是要关注一下它的一个变化。那么它如果说是一个正向的继续向上的话，那这个位置应该出现一根绿色的 K 线，那么它就完美了。这是英伟达的一个走势。那么这一张图表呢是博通的日线走势图，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从博通近期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近期博通的股价变化呢并不是很大，它一直在225元到235元的这个震荡区间，那不超过10元钱的区间震荡，其实没有太多的可交易的机会，它连5%的空间都不到。那么我们要知道的是，它在这里横盘总会要选择一个方向，那如果说博通它要在这个过程中选择向上的话，那是不是又有了一个参与的一个机会呢？因为股价它不可能永远在一个位置震荡。那么我们去看它的成交量，首先呢，博通也是因为 DeepSeek 的影响呢，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大大的跳空缺口，那么它没有英伟达那样的一个下跌空间，也没有英伟达反弹的力度，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天其实是出现了一个高量。那么在高量之后呢，它的股价呢并没有继续下跌，而是出现了逐步的抬高。那么现在股价呢就来到了一个关键的位置，而且这个位置是非常隐蔽的，也就是说其实这个量能呢前期还有一个高量在这里，而这根高量对应的 K 线呢却是一根射击之星。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这一个设计之星就比较有参考意义了，而且它的成交量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近3个月的最高量。那么在最高量呢我们在内部的课程里是有讲过的，我们内部的同学应该有记得我讲过一种高量如何去参与。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根 K 线的最高价和最低价画2条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博通目前的价格现在其实并没有跌破这根最高价，所以说未来如果股价能继续上扬的话，那么目前这个位置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参与的点。那么这里就是 Lucy 发现的第一个关键的位置。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博通 OBV 的位置。那么我们看一下，其实呢从 OBV 来看，黄线其实是一直向上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白线也是在黄线的上方运行。其实呢整个的一个股价的走势呢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也就是说现在它的能量还是向上的，而且这一种走势的话对于股价来说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趋势。那么目前如果说刚刚像 Lucy 预判的，它股价还能继续向上的话，也就是说这根白线有可能会在这个位置再挑头向上，那么是否它又出现了继续上行的一个可能呢？那么这就是 OBV 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预示。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其实均线和 MACD 给我们的一个判断。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均线。均线的话，其实白线呢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回调之后呢，再向上的一个金叉。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根黄线呢也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其实是一个走平的。那么趋势线更不用说了，上一次反弹的位置呢一直都没有踩破。那么这个过程它其实在目前的股价呢出现了一个正排列。那么我们知道这种叫多头排列。那么多头排列的话，它其实趋势呢还是沿着一个线上方在运行。那么这一根短线的白线可以去股价可能延续向上，这是第一个判断的点。那么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它股价是在一个横盘的震荡过程中，但是 MACD 呢实际上是一个绿色的。我们知道绿色的柱子呢一直在这里横盘，那么如果说它将死不死出现了继续的上扬的话，那么是不是又印证了我们对股价的一个预判呢？那么这个就是博通的一个发现了它非常奇妙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一张图表呢是英特尔日线的走势图，我们先从股价的位置来去看一下。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周呢它是连续出现了大阳线的一个上涨，而且其中呢还有很多的一个跳空缺口并没有回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它的连续的上涨，那么星期五出现了一个遇到了压力位的回调，而且它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Lucy 呢三根均线是这样的一个展示，三根均线是这样展示，白线呢是以一个快速的一个角度在上行，那么股价继续上涨或横盘震荡的话，会把这根白线呢拉到附近。那么也可以看到黄色的均线呢也沿着一个向上的一个角度去拉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一旦股价出现横盘震荡的时候，其实呢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出现三根线的一个多头排列，那么这就是一个上涨趋势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趋势线呢现在是走平，还没有拐头，也就是说预示着其实股价现在还是在一个底部的区域。那么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它的成交量，其实在一轮下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四根成交量，我们可以看到是近期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增量的一个过程。那么为什么股价是越跌的量能却是越大的呢？那显然这个里面就是有机构的资金一个参与。那么也看得到现在股价呢实际上在18块7毛3附近呢已经跌不下去了，可以看到。那么近期的话，股价在这个位置盘整就出现了一轮拉升。那么英特尔的拉升是否到了高位呢？是否这个股价就结束了呢？ Lucy 不这样认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近期其实它的成交量还是持续一个放大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呢，股价显然现在偏离了这一根短线的趋势，所以说没有一直涨的股票，那它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前期的压力位，那么它有可能会去回踩，那么回踩就是我们的一个参与的机会。那么这是从成交量和股价的位置来看到了英特尔的一个本周的机会。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么英特尔它在回调的过程中呢，出现了连续的高点的一个降低。我们来看一下这条黄线。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前期的一个高点是26块4毛3，那么它在一个下跌的过程中呢，是出现了反弹下跌反弹的一个走势，那么实际上它并没有高过这一条趋势线。那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一个高点呢，也在这个止步于这条黄线。所以说现在呢，上周的话，上周二出现了一根阳线呢，是突破了这根趋势线，所以说它目前为止呢，股价其实是走出了一个底部区域，走出了这个底部区域。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等的是什么呢？要等的是它回踩的一个机会。
那么 Lucy 再找了一个共振的一个位置呢，给大家画出来这条横线。我们可以看到前期呢，其实在这个横盘震荡的过程中，这一根线的争夺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在这一根阴线的下跌呢，已经跌破了它的趋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个周四、上个周五，它在这条线的争夺也是非常激烈的。本来周四的时候它已经突破上去了这个价格，但是周五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高开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而且盘中还出现了回踩的跌破了这根趋势线的过程。所以说 Lucy 在这个过程呢，认为那么英特尔在本周的话应该会出现它的一个参与的机会。那么这是通过两条线来判断的。那么接下来呢 Lucy 还要用自己的模型来去给大家分析一下。首先呢，我们先看到英特尔它在这张图表中前期的高点呢，实际上是在这一轮下跌过程中的一个跳空缺口的位置。那么这根缺口呢，目前还差一半没有补上。那么在接下来的3-4个月的过程呢，在这个震荡整理过程中，实际上股价并没有跌破18元5毛1的这个位置，所以看到股价一到这个18元，它就反弹了。所以目前这个位置，那么 Lucy 认为在技术分析方面，它在这个高点，也就是26元的附近，应该会突破过去。这是从技术分析的角度。那么我们从 MACD 呢，也来给大家看一下。MACD 目前呢，它现在是处于一个从水下呢出现了底背离之后，那么现在呢，它出现了金叉，而且是浮出了水面，变成了水上的一个走势，而且它的速度和力度都非常大。那么难道说主力在这个过程中，它拉升了一段就结束了吗？显然不是这样。我们再去看一下，其实在这一段筹码峰，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筹码峰其实它最高的位置，也就是主力的成本区，其实是在20元。那么目前呢，现在股价是在24元左右。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轮的拉升过程中，那么上方的筹码区其实是没有太多的一些浮筹在了。所以经过这一轮的一个震荡，大概是有半年多的一个走势的话，实际上上面的浮筹已经清洗的差不多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它在向上去拉升的过程呢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英特尔的话，在本周的走势 Lucy 会更加的关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英特尔 OBV 的表现。那我们知道黄线的一个走平呢，预示着股价其实呢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底部的区域。那么它在上周呢也出现了白线上穿黄线的过程，而且力度还很大。那么星期五呢，它出现回调，也对应着白线出现回调。那么回调到什么位置呢？ Lucy 呢可以假设一下，它在白线在与黄线的一个回踩的过程中，它有可能是一个蜻蜓点水的走势。那么蜻蜓点水呢，有可能白线去跟黄线的一个相交，然后再出现拉升。那么也就是说，本周如果说它的股价能在24元的下方这个位置，就非常完美了，也是我们短线的参与的一个低点。那么就是通过 OBV 去看英特尔的一个走势。那么以上呢就是本周对科技股的一个分析。那么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拜拜。